In this video, I'm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you can transfer from a silent Chinese learner to an active speaker.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Peipei. This video is going to be in Chinese. You can turn on the CC for English, Pinyin, and Chinese subtitles.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如果你已经不是中文零基础的学生了，但还是很难说出来完整的句子，或者是你明明已经学过了不少词汇，基本的语法规则你也都懂，可是一到真正需要交流的时候，你就变得磕磕巴巴，反应很慢，总是需要在脑子里反复思考。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我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中文学习者了。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这正好是我前几天上课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说的。说不定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佩佩，你问我问题的时候，大部分我是能听懂的，我也很想回答，但是一到我自己说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组成句子了。但是当你帮我组成句子后，我是完全能够看懂、听懂和理解的。但现在就是很难自己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扰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当你处在初级到中级过渡的这个阶段。其实很多词和句子结构你都已经学过了，或者是听过看过，但问题是它们可能在你的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你还无法真正的控制它们。如果你用翻译的方法，先从母语翻译到中文，甚至有的学习者是先从母语翻译到英文，再翻译到中文，同时你还要想中文的语法、句子结构、词汇用的对不对，然后再说出来这个句子，那一定会影响你说话的语速，甚至你自己说着说着就感觉不对了，会停顿，句子结构可能也是乱的，这对流利度来说是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主动有意识的训练，这种训练必须是有目的的，能解决你问题的训练。你现在很难自己组成句子，那我们就从最基础的词汇和句子结构来练习。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不能只背压力这个词的意思，因为当我们说到压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说压力很大，压力太大了，没有什么压力。所以如果你只知道压力的意思是 pressure， 那当你想表达 I'm stressed out 的时候，你就不会用我的压力很大来表达了。再比如印象的意思是 impression， 如果你只知道它的意思，你也很难放到句子里去用它，因为这个词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对他的印象挺好的，我对他的印象不怎么样，我对他的印象是他不太爱说话。所以你发现了吗？我们不能只是背单个的生词，我们要去了解一个词的常用搭配和常见的使用情况，或者就干脆把它当成一个词组，一个 chunk 来使用。当你对这些常用搭配越熟练，你在脑子里思考的时间就越少，你的表达自然就会越流利。第二，我们要明确一点，被动输入不等于流利。我有很多学生，他们非常喜欢看中国电视剧，还有中国的节目，也常常会刷中国的社交媒体，但是因为很少主动开口，即使他们听得懂看得懂，也很难自己流利的表达。因为当我们被动的去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只需要识别信息，而不需要自己主动的去造句。可一旦遇到需要你主动表达的情况，你的大脑就不够用了。当我们做了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的时候，也就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一定要加上强迫性输出 pushed output， 不然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的话，你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流利。所以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去做输出练习，抓住一切机会去主动表达自己。我经常用去健身房锻炼来和学习中文类比。如果你想练肌肉，
那一定是要走进健身房，真正的去锻炼，而不是天天看健身视频。学习中文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不能只是天天看中文视频，而是要去训练你的中文肌肉。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输出练习，比如说应该选什么样的材料，应该做哪些练习，练习以后没有人给反馈和纠正，那你可以尝试加入我们的 Chinese Drama Bootcamp。我们已经帮你选好了电视剧片段，都是很日常的表达和在中文课本上学不到的口语。你只需要跟着步骤做输入和输出练习就可以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给你提供练习反馈，让你知道哪里出了错，哪里还需要改进。下面我们要开始聊第3种情况了。你能用中文进行简单的交流了，也能听得懂别人说什么，但你还是经常反复的纠结自己的声调对不对，用词对不对，语法有没有用错，你总感觉你跟母语者说的不一样，你也总是担心母语者是不是能真的理解你，所以你很害怕开口说中文，你总是做那个默默听别人说的人。如果你还是对自己的发音不自信，开口前总是要在脑子里想一想声调、发音到底是什么，那说明你在这个方面还是有弱点。这个时候一定要做针对性的训练。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发音没有掌握好，声调也还是有问题，那可以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或者课程，再去针对性的纠正一下发音。还有就是跟读和模仿已经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练习，所以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如果你过于追求完美，那可以先尝试改变一下，降低一点标准，先完成再完美。在你说中文的时候，不用太纠结对错，或者过分抠声调，减少在脑子里思考的时间，优先保证开口速度。你也可以看一下身边中国人的反应，如果他们能理解你说什么，你就不用太纠结口音的问题。刚才我们谈了3种情况：组不成句子，输出练习少，主动表达的机会少，总是在脑子里反复纠错，很难开口。这些都是大家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会遇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在训练之后可以去克服的。正在看视频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遇到了其中的哪个问题？你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好的，最后我们来聊一下中文学习的一个终极难题，那就是在真实环境下的社交压力。因为你无法预判跟你说话的这个人他会用什么词汇，甚至会不会带口音。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抓住跟母语者练习的机会。如果你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话，那一定要多跟当地人交流，因为我们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用这门语言交流。当你不再害怕犯错，不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不再追求完美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不敢开口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是佩佩，我们下期见喽。